进口配额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经济学的杂草，看似复杂，实则生长在国际贸易的沃土之上。进口配额顾名思义，是一个国家对于特定商品的进口数量上限。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而是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象征，一个保护与竞争的拉锯战的缩影。想象一下，你是一个甜美的本土果汁生产商，阳光下的果园长得欣欣向荣，突然一股来自国外的果汁洪流席卷而来，价格低廉，口味多样，消费者开始趋之若鹜。你的果汁尽管有着独特的地方风味，却在价格战中节节败退。这时政府出手了，宣布对外来果汁设定配额，国外果汁只能以限定的数量进入本国市场，这给了你喘息的空间，也让你的果汁在本土市场上重新找到了位置。这就是进口配额的直观影响，但故事远不止这些。进口配额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工具，历史悠久，从20世纪初的美国农业保护政策，到后来全球各国相继效仿，进口配额似乎成了国家间的一个默契。但为何要使用这类政策呢？原因复杂多元，从保护优质产业到应对贸易逆差，或是为了政治上的战略考量，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不过，进口配额并非无懈可击，它的实施往往会引发国际伙伴的不满，可能导致报复措施，甚至是全面的贸易战。市场经济学派认为，进口配额扭曲了市场机制，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提高了商品价格。然而，另一方面，某些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则认为，适度的贸易保护能够帮助本国产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尤其是对于那些发展中产业而言。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个来自某个工业新兴国家的汽车制造商，你的国家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但是在国际品牌的竞争压力之下，你的汽车很难打入本国市场，更不用说出口到其他国家了。这时，政府决定实施进口配额，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量，给了你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这样的政策下，你能够在相对保护的环境中提升技术，增强竞争力，最终，这种政策可能帮助你的国家在全球汽车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使用过进口配额这一政策手段。美国在20世纪初为了保护本国农民和新兴工业，对一系列产品设置了配额。这一政策至今仍有其影子。日本在战后经济重建时期，也曾通过进口配额来保护和培养本国的产业。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取了一系列进口配额措施，以保护和扶持本国的新兴和重要产业。但进口配额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可能造成国内生产商的懈怠，因为缺乏竞争压力，他们可能没有动力去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同时，进口配额可能导致国际贸易伙伴的不满，引发贸易摩擦，甚至是报复性贸易措施，从而损害本国的出口产业。现在，让我们借助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进一步拉近与进口配额这个概念的距离。想象你是住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那时的汽车市场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变革，日本的小型高效汽车正成为美国消费者的新宠，这直接威胁到了美国本土的汽车制造业。面对日益严峻的竞争，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就包括对日本汽车的进口配额。这一政策限制了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给了美国汽车制造商一个调整和反击的机会。虽然这一政策在短期内保护了美国的汽车业，但它也引发了辩论，这种保护主义措施是否真的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从上述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进口配额是如何影响一个行业，甚至是整个国家经济命运的。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在保护国内产业和维护国际贸易关系之间寻找一个微妙的平衡。进口配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工具，而是一个需要在国家利益、产业发展和国际义务之间慎重考虑的决策。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或将视频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的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根据观众建议，除了英语字幕，我们又增加了繁体字字幕，我们也会调低背景音乐音量。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进口配额这一政策出台之前，许多国家的经济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压力。以美国20世纪初的情况为例，那时美国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内许多新兴产业如汽车、钢铁和化学品产业都迫切需要时间来成长和积累竞争力。然而，欧洲的成熟工业产品以其质量高、价格低的优势，大量涌入美国市场，严重威胁到了美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保护措施，进口配额制度便是其中之一。1921年，美国通过了紧急关税法，对农产品实行进口配额，限制了某些农产品的进入量，保护了国内农民的利益。紧接着，1930年的斯穆特获利关税法更是对上千种进口商品提高了关税，进一步扩大了进口配额的范围，以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冲击。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可以看看美国在汽车产业上的应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汽车业面临着来自日本汽车的激烈竞争。日本的小型车以其燃油效率高和质量好而受到美国消费者的欢迎。为了保护本土汽车工业，1981年，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达成了一项自愿出口限制协议 VIR， 实质上是对日本汽车实施了进口配额。这一措施直接限制了日本汽车进入美国市场的数量，从而减少了美国市场上的日本车供应，给予了美国本土汽车制造商缓冲的时间来调整结构和提高竞争力。在其他国家，例如日本和中国，进口配额的实施也有类似的背景和细节。日本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重建期间，为了保护和培育本国的工业，尤其是汽车和电子产业，实行了严格的进口配额制度。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后，也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的进口政策，包括进口配额，以保护本国的婴儿产业，直到他们有足够的能力与外国竞争者抗衡为止。这些进口配额措施通常是在经济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出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促进本土产业的发展。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细节通常需要经过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博弈，往往不是简单的技术性决定，而是深深植根于那个时代的经济环境和政治氛围中。进口配额制度的实施对各国的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美国为例，进口配额政策在短期内确实为国内的汽车工业和其他婴儿产业提供了保护，缓解了外来压力。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因为日本车数量的限制而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利用这段时间对产品进行了改良升级，并调整了市场策略。此外，由于进口车辆数量的限制，部分国内消费者转而购买国产汽车，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内市场的需求，刺激了国内汽车产业的生产和就业。然而，这些短期的保护措施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长期影响。进口配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国产品的市场份额，提高了本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但同时也导致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减少。有些国内企业因此陷入了舒适区，缺乏了持续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动力。在汽车行业，这可能导致了一些美国汽车在设计、燃油效率和成本控制等方面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落后。再看中国，进口配额制度的实施，尤其是在特定的工业产品上，保护了国内的制造业，使之免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直接冲击。这些政策帮助中国的电子、机械和纺织等行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站稳了脚跟。但是与此同时，这也可能导致了国内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的创新不足，产品多样性和质量提升的速度放缓。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进口配额制度通常会引起贸易伙伴的不满，并可能导致报复性的贸易壁垒。在美国实施进口配额之后，受影响国家如日本、
可能会在其他领域对美国产品采取限制措施，导致双边甚至多边贸易摩擦加剧，影响国际市场的稳定。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进口配额通常会减少市场上的产品选择，提高消费成本。例如，美国的消费者在进口汽车配额实施后，由于国内外汽车的价格差异，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国产汽车，或者是质量不如进口车的同价位车型。总结来看，进口配额政策在保护国内产业、促进就业和提高特定产业的国内市场份额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它也可能导致国内企业创新动力的减弱、国际贸易关系的紧张、消费者福利的降低以及最终可能的贸易战。因此，进口配额是一把双刃剑，其实施效果和持续性需要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政策目标来不断调整和审慎考量。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当代，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变动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应。以进口配额为例，虽然初衷在于保护本国产业，但其对国际贸易伙伴的经济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当一个大国如美国对某些商品实行进口配额时，会直接减少其他出口国的出口量，影响他们的生产和就业，甚至可能引发其经济结构的调整。例如，当美国对日本汽车实施进口配额时，日本的汽车制造商面临出口减少的压力，不得不探求新的出口市场或转型升级其产品线，以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这种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可能是日本汽车产业的全球化步伐加快，如通过在美国本土建厂，绕过进口配额限制，同时也推动了日本汽车产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另外一个案例是欧洲联盟 EU 作为一个重要的贸易集团，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进口配额，这保护了其内部成员国的农业，但同时也限制了像非洲和南美等地区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影响了这些国家农业的出口和经济增长。进口配额政策的实施往往会促使受影响国家寻找替代方案，比如通过升级产品质量、开发新技术或改变出口结构来应对挑战。长远来看，这可能促进了全球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优化。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毫无代价，它可能伴随着短期内的产业动荡和就业问题，特别是对那些依赖单一出口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影响尤为显著。最终，进口配额这一保护主义政策的实施，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影响是复杂且双向的。它既有助于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来冲击，又可能阻碍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同时，它也可能刺激受影响国家的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但这种转型的过程可能充满了经济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任何单边的贸易保护措施都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连锁反应。一国的政策选择不仅关乎本国经济的兴衰，也牵动着全球经济的平衡。因此，在考虑实施诸如进口配额此类政策时，决策者应审慎权衡其长远利弊，透过短期利益的诱惑，洞察其深远的国际影响。这样的政策制定不仅是一种经济策略的选择，更是对国际合作精神和多边贸易体系负责任的体现。